哒哒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Vivian。近日，金鱼市出现了一起恶性打人的社会事件，被打的老人已经送往了医院，暂未脱离生命危险。被打老人的店铺墙上被人涂鸦有“妖怪”的字样，墙上的词也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。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也邀请到了多年研究海妖的专家老师，请问您对这件事是如何看待的呢？妖怪是真的存在的吗？这个打人呢是不对的，但如果打的是妖怪的话呢，那就很难下定论了。相信大家小的时候都会唱一首童谣吧，小妖呆，大妖坏，海妖都是丑八怪啊，讲的就是这么个妖怪的事情啊。那看吧，你们之前都不相信我多年的研究，你们还觉得我疯了？那这海妖又是什么呢？这海妖啊，起源于咱们南方一座小岛鱼神岛上流传的一个民间传说。其实这么多年，还是一直有传言说海妖依旧存活在人类的社会中啊。你们好呀，请问你们知道海妖吗？海妖是新出的英雄呗？海妖很火吗？那我可以牵他吗？我才不相信有海妖，我反正是没见过。我相信啊，我小时候有见过，长着鱼尾巴，可有意思了。这个传说中啊，在1000年前，鱼神为了保护一座小岛而打败了海妖，从此这小岛便以鱼神岛命名，而海妖也慢慢消失在我们人类的视线中。果然，还是要这样做了。好不容易溜出来了，我可不想好好的下午被姨妈派去送外卖。小海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小海，你的眼睛，你戴美瞳啊？哇！你怎么起飞了？帅得有点过分了吧？你还记得这个之前被踩扁了的罐子吗？之前被踩扁的罐子？咸鱼哥，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算好人呢？而什么样的才算坏人呢？睡醒穿上一件旧背心，洒水间带出一片彩虹雨。星期几找我跳舞都没关系，只需要请我喝杯 Pink Lady。我的头发睡得很有型，我的步伐不用走得很有型，情侣们成天拌嘴，每天亲嘴，都是我的绝佳背景音啊！不管他们冷情是热情，不管旋律是钢琴是噪音，在红灯停和绿灯行，别光顾着上我心注命令，把烦恼丢进了太空里，让悲惨带回了好消息。追梦不用太着急，把世界当作一台游戏机，欣赏真理当心意。Salty fish, salty fish, salty fish. Oh yes, I'm salty fish. Salty fish, salty fish, salty fish. Oh yes, I'm salty fish. 星星之上坐进满天西天取经还是取钱，花花世界一派胡言当消遣。神仙也许讨厌人间，天使魔鬼一念之间，善恶难分，这叫谎言都随便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追分！当别人迟到，你会觉得他一定很懒；而当你自己迟到，
你会觉得原因是自己早上太忙了。哎呀，抱歉，我迟到了。你怎么迟到了呀？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哎呀，早上太忙了嘛。赶紧过来坐吧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，我早上太忙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起来做准备呢？你看那个人，有人觉得他正在逃避人生，也有人觉得他终于获得了解脱。这是认知的偏差。可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：鄙视链、地域黑、性别印象、喜好差异、种族立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认知事物的一套标准，用来衡量这个世界的一切。当每个标准不一样的时候，偏见就产生了。偏见也许是仇恨的言论，也许是冷漠的眼神，也许是肉体的攻击，也许是战争的开始，也许也只是一句随波逐流的附和。总之，它不是品性恶劣的人才独有的东西，它可能仅仅诞生于还未成长的幼苗，而藤蔓却慢慢在家庭中、人群中、社会中相继生殖。他们依附主流，他们自我保护，他们肯定自己，他们又厌恶自己。他们就像空气一样，无处不在。这么说来，有偏见似乎很正常，但它却会带来不同的影响。这个世界很奇怪，所有的伤害最初都只是一阵无关痛痒的微风，却在后来的某个节点突然狂风暴雨，山崩地裂。最终，结局也往往如出一辙：强大的胜利者伴随着人们的崇拜，而弱小的失败者却只能接受世人的审判。那咸鱼哥，现在你觉得我像是好人，还是坏人呢？你在说啥呀？那不是那个什么神牌位吗？你怎么会有？昨天你不还好好的吗？怎么今天突然像换了个人啊？你，我靠！你突然发什么神经啊？快放开我啊！在马路上这样很危险的。既然我成为不了鱼神，那打败鱼神不就好了？让我乖乖继承鱼神。什么鱼神啊！我才不要当呢！只要你成为了鱼神，打败你，一切就都可以改变了。干嘛非要让我当鱼神呢？现在的生活这么轻松自在，我就想过这样的生活，做这样的自己。少废话，给我继承鱼神！啊，成功了吗？我才不要！我不是故意的。为什么你每天好吃懒做就被大家喜欢？我那么努力工作，却要夹着尾巴生活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！小海，你等等我，快点！什么秘密啊，小海，要跑到这里来看？你看，你为什么会有尾巴？虽然爸爸说不能让别人知道，但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只告诉你哦。我爸爸说，这代表我是最特别的人。嘿嘿，不对吧？这代表你是妖怪，你是坏人。我妈妈说过不能和坏人玩，以后我不和你玩了。果然是烂泥扶不上墙，真不知道神牌位为什么会对你有反应。什么鬼啊！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就是人们口诛笔伐的海妖。之前找你继承神牌位的那个鱼神，也是我假扮的。我想让你当上鱼神，然后在世人面前打败你，这样一定就可以
扭转我们海妖一族的命运。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。明天我会用海妖的方式来毁灭鱼神岛。不想牵扯其他人的话，明天就给我以鱼神的身份来做个了断。你好好考虑吧。妈，他醒了。什么？你这个臭小子！姨妈，真是翅膀硬了哈，居然还会给我跑去打架了！要不是鱼店老板路过看到你倒在马路上，真是被汽车压死了都不知道。哼！唉，别骂他了。所以你打赢了没有啊？哼，看他这个样子，别说打赢了，估计连还手都还不上。这么菜了还跑去打架，真是有毛病！多大个人了都！我告诉你啊，明天早上给我照样干活，别想用这个借口偷懒。哼，浪费电。唉，真是刀子嘴。他听说你倒在路边，一个人就把你扛了回来，还照顾了一个晚上。所以，是谁干的？要帮忙吗？没看去。唉，粥有点烫，你自己小心点。明天我会用海妖的方式来毁灭鱼神岛。不想牵连其他人的话，你就给我以鱼神的身份来做一个了断。关我屁事啊！神经病！36级走为上级，收拾我的行囊，收拾我的地盘，还有我的衣服，把东西收拾好了，马上离开这里，花干店别我风采依旧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可不陪你们玩。精神粮食差点忘了，溜了。可是我跑路了。大家怎么办呢？麻烦死了！今天可能有台风，天气预报没说啊。我也不知道啊，但是我看见天气很反常，还是要注意点好哦。你以为你拉着个脸就可以让我不好意思叫你去送外卖了，是不是？我只是出去散散步，随便走走。哎呀，又出去当沙包啊！我只是没来得及还手，让他给跑了。所以，到底是谁跟你打架？你这个衰仔，赢了回来打边炉，输了给我打电话。哎呀，知道了，啰里吧嗦的。看起来要变天了。我去，原来真的有海妖啊！当然有啊。夏伯，你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小海说了自己是海妖了，对吧？夏伯，我在这边。拍谁？你怎么知道小海是海妖的？因为我们虾蟹族群自古就一直辅佐着海妖。你也是妖怪？那你们为啥和人类住在一起啊？哎呦，这就说来话长了。这世上本来就有不少妖怪，他们有的无恶不作，而有的只是安分地守护着自己的领地。不过，自1000年前南天门发起了一场灭妖行动之后，海妖就已经所剩无几了。可传说不是说海妖作乱，弄得民不聊生吗？听你这么说，海妖也不全是恶劣的。这件事要从小海的祖先，也就是鱼神岛最初的那只海妖开始说起了。起初，鱼神岛是个没有名字的小岛，
小海的祖先曾经暗自保护着岛屿，让村民们坚信受到了海神的庇护，慢慢便开始称这里为海神岛。海神保佑啊！可这份神秘却为他带来了之后的转折。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，一个村民正在海边收船，准备回家。突然，海里窜出了一只海妖，准备攻击他。那海妖的相貌可怕无比，村民无路可逃，于是他大声呼救。就在这时，天上突然飞下一道金光，原来是鱼神听到了呼救声，下凡到了岛上。这村民得救后跑回村里，奔走相告，有海妖吃人了！而等村里人拿着武器赶到海边时，便看到了电闪雷鸣间，海妖与鱼神正打得刀光剑影，消云带雨。打败海妖后，鱼神便随着光辉离去，并受到了村民们发自内心的崇拜。从此，这座小岛便叫做了鱼神岛。鱼神岛的名字竟然是这么来的。可那天海妖为什么突然反常的攻击村民呢？这就不得而知了。毕竟传说这种东西口耳相传了一代又一代，谁能保证中间又没有传错呢？那后来呢？后来，海妖一族因此声名狼藉，族群也分崩离析。再加上生存空间逐渐变小，妖怪必须得在人类社会中同人们一起生活才行。因此，我们隐藏了妖怪的特性，混在人群之中，继续生活了下去。唉，大家能够安稳的生活也挺好的。可为什么小海又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啊？小海他是个善良的孩子，可作为海妖的后代，他从小便承受了很多他不应该承受的东西。你为什么有尾巴啊？这代表着你是妖怪，你是坏人。爸爸，啊，小海回来了。啊？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？爸爸，你觉得我是坏人吗？哎呀，是不是跟同学吵架啦？你怎么会是坏人呢？做了坏事才叫坏人。你可是乖孩子哦。真的吗？当然啦，乖孩子如果跟同学吵了架的话，就主动去跟对方道歉，对方也会原谅你的哦。嗯。好，小朋友们要爱护花草哦。是，我听说的，大家都这么说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他来了。哦。对不起，我不该吓到你的，请你原谅我。我们还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你是妖怪，我怎么会和你是好朋友？什么？你不是有鱼尾巴吗？灵乐水会不会显现出来呀？也要看了吧？是你！哎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怎么可以拿这个喷人呢？你们干嘛欺负小海啊？因为他是妖怪，是坏人。小海，你是做了什么让别的小朋友不开心的事吗？我没有，你是坏人。我们才不跟坏人玩呢！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他们的新家应该就在这吧？好像就在前面了。老海修车铺应该就在这啊。哦，我们不是约定好了，不能让别人知道吗？为什么我是妖怪？为什么大家都讨厌我？这不是你的问题，这是我们海妖的宿命。不哭了啊，我们换个地方生活好不好？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，去了新地方生活后，你要更加学会隐藏我们的特征，不可以被别人发现，怎么样？妖怪的身份暴露后，他们父子又辗转了很多地方，最后
他们搬到了金鱼市，开了一间鱼丸店。我去上学了。好，骑慢点。小海也努力成为了一个积极的孩子，他顺利的考上了金鱼市的大学。嗨，早上好。白天在学校认真上课，晚上还打了好几份工。放在外面就行了。好的，老板。为了能让人们认可，总是拼尽了自己的全力。但是，没想到现实依旧没放过他。他的演唱会你真的不去吗？抱歉，我晚上真的要打工，去不了。哇塞，那可是所有人都无比崇拜的歌星哎，你都不心动吗？我也有崇拜的人呐，不过可不是唱歌的。哟，谁呀？谁呀？说了你也不知道。你到底崇拜？小海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突然？小海，你没事吧？我要去一趟洗手间，你先去上课吧。小海，好。为什么恢复不了了？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状况？小海，你在里面吗？你没事吧？你的书包都没拿。我没事，你先去忙吧。可是你听起来很不舒服啊，要不我带你去医务室看看？我真的没事，冷静下来，回去。你听起来不像没事啊！干嘛呀，小海？你锁着门干嘛？同学，麻烦帮忙，我朋友在里面不舒服，我们一起把门撞开。哦，好。等等，你们别进来！1、2，嘿！1、2，嘿！1、2，快回去！快回去！快别回去！1、2，嘿！再等一下，别进来！1、2，嘿！小海，你没事吧？这是什么？还有尾巴？不是，你们听我解释。有妖怪！不是，妖怪，滚出去！快报警！你们听我说。这台风还真是说来就来呀！请所有村民立即前往鱼神中学统一避难。如果是鱼神，这一切会不会就都不一样了？
我要保护鱼神岛的大家。喂，台风来了，快远离岸边！我们3人的神力就没剩多少，就这么过去，能解决得了他吗？这小子难道真是？你在哪里呢，咸鱼哥？